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36.86，收盘价是237.49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0.12，最低价是在234.9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，并且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9237.91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91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那开口变小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减弱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。那我们会看到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上影线略长。那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下跌后的横盘中。那这根 K 线也是继前一个交易日出现的一根休息 K 线之后，再次出现了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这个线型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根十字线。那前一日这根 K 线的线型是倒垂线。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这个倒垂线最低的下方。那成交量是量缩。那在之前我们说过，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个倒垂线的最低，那么股价将会开启一波下行的走势。所以我们说，虽然目前这是一个绿 K 十字线，但是呢，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那么股价呢后续将会有一个补量的下跌。那除非如果出现反弹，除非要满足一个条件，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股价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出现新低的，也就是必须在这个十字线最低，也就是235的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出现反弹，否则会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，收盘价会在230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238附近。实际在1月5日，收盘价是在237.45，出现了横盘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啊，在点位上是相接近的，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那么唯一的不同呢，就是我们预测的238呢，会收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，而实际收盘价是在它前低的下方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股价后续会有进一步的下行，因为目前的收盘价是跌破了这个倒垂线的最低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1月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继续下行，那它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228。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自2023年10月3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
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接下来的两个目标就是205和下方的194，其中206这个位置只是一个支撑位，股价下行如果跌破了228，下行的真正的目标是要去测试194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的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上行的目标也是不变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5，因为这根 K 线啊，我们把它确认为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止跌的信号 K 线呢，股价只有站上它的最高，才能够出现反弹，或者说是继续上行。所以上方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在前一期视频是把它定在了245。在到达245之前呢，我们会看到5日均线值和这两个休息 K 线的最高将会成为压力，或者叫强压力。尤其是5日均线值，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1月8日会到达240附近，也就是和前这个十字线的最高是重合的，这个位置是一个强压力。好，那么股价如果能够站上5日均线值呢，我们说才有可能会反弹到245。那一旦245被站上，那么也就是说预示着止跌成功，或者说是确认这个止跌，那么股价会继续上行。第二个目标上方就是265，然后是269，对。那其中在到达265之前呢，我们会看到依然这条下行的趋势线会成为压力，当然还有各条均线值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再来看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出的位置是关注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低是在236。我们会看到目前啊，股价虽然出现了新低，但是收盘价还没有跌破它，所以这个止跌的信号呢，依然是成立的。如果日后股价能够不跌破这根休息的最高，继续上行呢，站上245是会容易出现反弹的走势的。好，那在1月8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由236，我们把它移到这根十字线的最低235。那关注它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了，出现一个绿 K 小的绿 K，然后成交量缩，那股价反弹的条件就是在盘中不能够出现新低，也就是不能有低于235的这个价位出现。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。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是很有可能会收高的。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会出现一根休息之后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35的原因。好，这是对日 K 线图的解说。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。周 K 线图，我们先来看看上一周的 K 线信息。那在1月1日，也就是2024年的第一个交易周，生成的是一个含上下影线的实体，我们叫长红 K 线。那实体长红 K 线，我们会看到它是一度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呢，在上方遇到压力，我们会看到这样一根实体长红 K 线是跌破了3根均线值，对，然后呢收在了十均的下方，出现这样的线型，之前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倒垂线，那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呢，收盘在它的下方，然后出现一个实体长红，也就是确认了变盘向下。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，在接下来一根 K 线是很容易继续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的。
那我们会看到是价，目前是成交量，当周的成交量是略有量缩，也就是量平，所以啊，出现这样的价跌量平，日后呢，在一个下行走势当中，日后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我们再调出辅助线，我们来回顾一下，在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说明当中说了，在1月1日当周，如果是股价上行，收盘会在257。如果是在下方运行，如果是在这个观察线250下方运行呢，收盘价会在238附近，对，或者239附近。那么我们会看到，在当周就是在我们给出的这个观察线的下方运行，然后最后收低是收在我们预测的这个位置的附近，对，也就是在10均值的附近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给出1月8日当周的周 K 线图的预测，我们认为啊，在第2周，那股价如果在目前这个位置出现反弹，收盘会在245，我们调整水平线到。我们动了这条趋势线了，来调整一下。好，恢复回来了。那我们来调整这个水平线，把它调整到245。好，然后呢，下方我们认为如果收低的话，可能会到达228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就是前一周 K 线的最低235。好，我们把图放大，那我们会看到，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我们认为如果收低，很有可能会测试下方的这2条均线值，然后呢收盘在228，也就是这个前低的附近。对，那如果股价出现反弹呢，那它的条件应该是不低于前低的，也就是最高会收在245附近。那么观察线就是关注这个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235。那在周中我们要关注，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，但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很有可能会是收低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。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39一直到241，它包括前高。第2个压力位是245，第3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，它们是在247到248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那第3个压力位就是251，是这根垂线的最高。好，当然在上方还有就是这条趋势线在255附近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235，第2个支撑是228，是下行的第1个目标，第2个目标，不是，是前低，对不起，是第1个目标，对，好，那么再向下呢，就是下方还有一个缺口，我们会看到是在225.5到226.5之间。对，这是下行的3个目标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第1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37，在这个位置。下方最低会到达231。然后收盘会收在232附近。
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如果是横盘向上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40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39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